深蓝，深蓝。中国军队首部官方航母宣传片震撼上线，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3周年。73年砥砺奋进，人民海军如何从黄水走向深蓝，不断提升心智战力。航母、2栖攻击舰、万吨大驱等现代化军舰接连入役，人民海军如何贴近实战，练就克敌制胜真本领？日前，人民海军向全社会公开发布首部航母主题宣传片《深蓝，深蓝》，大量震撼画面首次曝光。辽宁舰在大洋上航行，歼15舰载机接获任务后，在发动机巨大轰鸣声中起飞，在空中发射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展现超然战斗场景。1949年3月24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热烈庆祝重庆号巡洋舰官兵起义，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1949年4月23号，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在白马庙乡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人民海军从此诞生。当时的海军只有13名身着黄色军装的同志，外加3辆美式吉普车。2012年9月，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服役。2019年12月，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2020年1月，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服役。1年前，同样是万吨级别的我国首艘2栖攻击舰海南舰也正式服役。73年来，人民海军从弱到强，在挺进深蓝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5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正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阔步前行。不仅新式舰艇接连下水服役，人民海军还积极推进练兵备战，提升综合作战能力。可以起飞。近日，由辽宁舰和多艘舰艇组成的航母编队在渤海海域进行实战化训练。此次任务，我们紧贴实战化要求，从实战出发，向战场看齐，大力开展实战背景下的专攻精练和复杂条件的航空保障训练，狠抓体系作战能力提升，在实战实训、以战领训中，把部队淬炼成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胜战是一支军队的根本价值所在。人民海军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以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为指导，以群众性拿敌练兵活动为抓手，全面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近年来，先后有数百艘次舰艇、100余架次飞机远海训练，在登陆作战、联合反潜、近海防御等方面不断突破。前不久，在东海之上，多艘新型战舰、数架反潜巡逻机和潜艇部队在空中、海面和水下构建起立体攻防网，一场潜舰机联合隐蔽突防与联合反潜对抗训练激烈展开。对抗中，空中战机实施战术机动，转至超低空掠海飞行，并实时将数据推送至水面舰艇。在舰机密切协同下，湘潭舰率先锁定目标，并对目标进行模拟攻击。火箭升弹，方案准备好，发射！发射！发射！高新技术对军事领域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战争形态也必将发生根本性演变。我们要坚持基于生存能力练兵，坚持融入作战体系练兵，加强系统化对抗性训练，加强复杂条件下和极限条件下训练，
加强战法、训法检验验证，尽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提高实战化水平和打击能力。从攻防对抗到战训耦合，从单一兵种到多兵种合成，近年来海军陆战队也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前车注意，穿甲弹，左前方，敌地堡1000，行进歼灭。近日，海军陆战队某旅组织官兵进行联合立体抢滩登陆训练，自天而降的机降分队在2机战车掩护下，向着敌阵地不断发起猛烈攻势。此时，敌正面防御工事已被摧毁，承担突击任务的步兵分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敌纵深，勇猛挺进。观点报报道，顿巴斯的大攻势是从一个小镇开始。4月19号，俄军就以快攻急击之势拿下位于卢甘斯克的小城市克里米纳，这也是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2阶段占领的第1座城市。外界估计，在顿巴斯地区可能有多达10万名乌克兰士兵。近年来，乌军在美西方的指导下，在顿巴斯地区构建了一个宽正面、大纵深、多梯次、多维度的扇形展开状弧形防御体系。乌军还在这里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仅美国和英国提供的反坦克武器就囤积了近3000件。因此，乌军很可能会利用钢筋混凝土地下工事以及分散的居民点作为掩护，与俄军地面部队展开周旋。不过，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俄乌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顿巴斯会战。俄退役中将尤里内特卡乔夫称，俄军司令部正在组织大规模的空中导弹和火炮打击，最大限度地摧毁乌克兰军队的有生力量。当俄军指挥官确信乌军的主要射击阵地被压制，且无法对俄军人员造成严重的损害时，就会发起全面攻击。4月19号，俄军炮兵和导弹部队对1260个乌军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攻击，是自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应该说，俄罗斯仍然占据着整个战场的主动包括制空权，所以它可以利用它的地面以及空中的这个作战力量对乌军实施这个首先的火力打击。那么这个打击之下也许会迫使乌军这个后撤或者是对它的有生力量进行这个大的这个削弱。俄罗斯观点报还报道称，俄方长绍伊古透露，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中引入新战法，将使俄军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俄军事专家德米特里·博尔滕科夫则表示，拥有战术航空优势和高精度制导武器的俄军对乌克兰的补给线、物资储备地点和指挥所进行打击。这一战法被称为战区隔离方法。在乌东地区这些乌军呢它远离它后方的支援所以它的这个后勤保障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把它封锁、包围、压缩在比较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的这个抵抗它的整个作战行动都很难这个长久持续下去。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战况，俄军在4月23号分别在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地打击多处乌军设施，其中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远程空击导弹摧毁了敖德萨地区一个军用机场的武器集运站，那里存放着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大批武器。此外，俄军日前还接连对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后勤中心发动导弹袭击，以切断或者削弱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过，俄军想要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难度也非常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宣称，乌克兰有能力与俄罗斯打10年的仗。泽连斯基说这句话的底气，无疑是美西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针对美西方的援助，俄防长绍伊古在国防部委员会上表示，美国和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正在想尽办法，尽可能拖延特别军事行动。
越来越多的外国武器供应明显说明，他们意图挑唆基辅政府战斗到一个乌克兰人也不剩。4月21号，拜登又宣布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This package includes heavy artillery weapons, dozens of howitzers, and 144,000 rounds of ammunition to go with those howitzers. It also includes more tactical drones. 这一次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武器装备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未来战事的一种判断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俄军它肯定会有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部队的集结运动同时也会有这种攻防作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或者美国给乌克兰提供这种榴弹炮，那么这种榴弹炮呢，它可以对敌方的有生的力量进行比较大面积的这个打击和摧毁。有观察还指出，美国援乌的155毫米榴弹炮属于重武器，说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级别正在提高。而从美国此前公布的援乌清单可以看到，包括有 M777 榴弹炮。不过，评论员张烨认为，这些武器实际上很难交到前方乌军的手上，难以对整个战局走向产生影响。尽管 M777 榴弹炮它的这个体积在榴弹炮当中是相对较小的，但是它和前期乌军所这个获得的这种单兵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相比，它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从后方经过比较长距离的运输抵达这个前线呢？目前这个空中的这个制空权已经丧失了你从路上走的话，那很容易被敌方打击所以我觉得它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另据德新社报道，美国、英国、捷克和荷兰等盟国均已增加交付给乌克兰的重武器数量。此前，由于拒绝向乌克兰输送重武器而受到抨击的德国，也准备进行3方武器交换，从而使乌克兰能够获得更重型的武器。德国防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西日前表示，德国将训练乌克兰军人使用德制 PZH-2000 自行火炮。不过，德国自身不能提供 PZH-2000 自行火炮，将由荷兰提供，因为德军没有库存。短片中提到，俄军特别军事行动进入第2阶段，计划在这一阶段全面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请教一下杜先生，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第2阶段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更加接近之前的属性。在东部地区要支持2个州建立缓冲区。一旦美国在乌克兰进行各种军事渗透，凭借2个州的空间范围，能够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不至于让北约的前锋直抵俄罗斯的前沿。在南部地区要保持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因为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在谈判中的重中之重。如果能够确保克里米亚的安全，关键是在亚速海沿岸要有俄罗斯的能力，要有俄罗斯的控制，这样呢才能够在陆上通道对克里米亚进行兵力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保障。如果只凭借克赤大桥，它的安全指标和安全性受到乌克兰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威胁，一旦桥梁中断，向克里米亚运送的各种物资将会处于崩溃和中断状态。所以如果能够在南部地区通过作战行动，特别是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以及呢到达赫尔松，有一部分能够保障克里米亚北部安全，这样克里米亚在俄罗斯的口袋里才会更加稳定。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装备计划提供榴弹炮、自行火炮、防空导弹发射车等重武器。请教一下石先生，这会对冲突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北约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重型的武器装备，而且越来越多的还是北约制式的重型武器装备。那首先表明北约呢介入乌克兰局势是越来越深。那这也意味着呢，现在的乌克兰战场其实呢是俄军对阵的北约加乌克兰。那么其次呢，就是北约的这些重型武器装备如果是交给乌克兰军队，并且呢北约国家呢教会乌克兰士兵呢学会操作和使用，这将使得乌克兰军队具备呢越来越强的进攻作战能力。这样一来，乌军的战斗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而这呢也会使得俄乌战场呢是呈现出长期化这种态势。
在得到美西方不断军援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能跟俄罗斯打10年。俄防长则警告，美国意图挑唆基辅政府战斗到一个乌克兰人也不剩。请教一下杜先生，您对此事如何分析？实际上，美国正在利用乌克兰，而且把乌克兰当成肉棋子，通过牺牲乌克兰士兵的生命，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在为美国的军事战略进行谋划。如果真正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那么对于乌克兰，对于泽连斯基本人都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乌克兰付出惨重的代价。俄罗斯方面要全力应对。俄罗斯认为，在俄乌冲突中陷入一种漫长的、持久的阿富汗模式，对俄罗斯的战略极其不利。这个状态下，就要通过适时结束战争行动，在获取了战略目标之后，快速结束俄乌冲突，结束战争行动，这样能够确保自己能够全身而退。所以双方把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成目前的一种说辞，实际上呢，心理战的成分、威慑战的成分占了绝大多数。日前，俄罗斯高调进行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首次试射。俄方表示，萨尔马特不仅威力大，还能突破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打击全球任何地方。那么，这款大杀器究竟有怎样的看家本领，能多大程度震慑蠢蠢欲动的西方国家？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的消息，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于莫斯科时间4月20号15时12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升空，试验用弹头精准击中勘察加半岛的目标区域。俄国防部还发布一段时长1分多钟的视频，高调地向外界展。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境线。那么这些力量呢，它有很多，它是有这个核背景的，比如说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美国的 F-35隐形战机，那这些战机是可以携带 B-61型的这个战术核武器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俄罗斯它是有切实的这个核威胁。在俄罗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陆基核力量是基础和支柱。日前试射的萨尔马特被认为已取代苏联时期研制的撒旦导弹，成为美国等北约国家的新噩梦。那么，萨尔马特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它又具有哪些其他洲际弹道导弹所没有的看家本领呢？我旁边的这个就是萨尔马特的模型，是西方国家谈之色变的大家伙。2019年6月27号，俄罗斯首次公开萨尔马特的技战术性能。这款洲际导弹长是35.5米，直径3米，起飞重量为208.1吨，比4枚亚尔斯加起来还要重，接近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服役的 R-36M 撒旦导弹，成为俄军战略导弹史上第2款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型号。
萨尔马特之所以做得那么重，是因为它采用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优势在于比冲大，通俗讲的就是劲儿大，拥有一颗澎湃的心。萨尔马特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可携带10枚重型和15枚中型分导核弹头，一枚萨尔马特可以摧毁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如果搭载着10枚75万吨 TNT 当量的分导核弹头，威力上是广岛原子弹的500倍。如果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搭载的是1枚2500万吨的 TNT 当量的核弹头，那么该导弹的威力更是可以提高到广岛原子弹的1600倍，是真正的所谓末日武器。而随着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技术的发展，萨尔马特也可以携带3枚 YU-71或24枚 YU-7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这2类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特点是在被萨尔马特加速到20马赫以上之后放出去，能够在大气层边缘和大气层内进行打水漂式的跳跃滑翔飞行，使敌方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难以拦截。俄总统普京曾介绍说，萨尔马特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他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地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均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据俄罗斯公布的数据，萨尔马特的射程高达18000公里，比美国现役的民兵3足多了500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也使得其突防攻击能够不走寻常路。一般情况下呢，俄罗斯的陆基战略导弹威慑美国的路线是从北极方向飞往美国本土，而萨尔马特则可以绕道南极，避开美国的反导系统，然后回身打击其境内目标。根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发布的俄罗斯核武器2021报告，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拥有6型共计310枚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有的还需要一些独联体国家联合生产。而普京日前还透露信息，俄罗斯在研发萨尔马特时全部采用本国技术，这一点非常关键，无疑将使俄罗斯应对外部制裁更有底气。负责监督生产萨尔马特导弹工厂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负责人、俄航天国家集团总干事德米特里·罗戈金称，萨尔马特在4月20号的首次成功试射是送给北约的礼物。